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名说。这期话题我们说说有人想打中国商船的主意。2023年3月底美国海军研究所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呢高度的依赖其海外供应线获取关键资源，所以呢一旦发生中美冲突，美国可以拦截中国的货运船队，逐步的扼杀中国经济。海上贸易路线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利用的漏洞。文章的作者是一名叫做迈克尔·汉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他驻扎在冲绳基地。他认为呢，海军陆战队非常适合登船和扣押中国船只。如果对中国进行海上贸易封锁这种战略可以执行的话，那美国人早就动手了。怎么会轮到一个驻守在冲绳前线的陆战队的上尉写论文探讨呢？实际上，对中国海上航运进行海盗式的攻击的想法，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21年，美国海军的一些基层军官就提出来，可以对中国的商船采取海盗战术。在美国政界和社会如今歇斯底里的反华情绪之下，基层军官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似乎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对象。但是美国海军高层为什么从来不讨论这种问题？难道仅仅是害怕中国的弹道导弹吗？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海上航线进行劫掠，这是发生在上一个时代的事情。在中世纪和大航海时代，欧洲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到了殖民战争时期，欧洲主要帝国采取排他性的政策。一个帝国在另外的大陆上建立起殖民地之后，就会强迫这个殖民地只能与宗主国进行贸易往来。围绕着英法西等殖民大国，形成了几个独立的航运体系。他们相互之间争斗不断，破坏对方的航运是家常便饭。西班牙在美洲发现银矿之后组织大型船队从南美洲往回运白银。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垂涎三尺于是英国王室给一些私人船长发放许可证，允许他们自由攻击和抢劫西班牙的运宝船队。如果他们遭到西班牙海军的追杀，可以逃到英国来躲避。这种海上劫掠的海盗行为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和法国占据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殖民地，也垄断了这些殖民地的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会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新兴的德国在这种垄断制度之下得不到出口市场，经济也无从发展，于是拿枪炮说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都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再加上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英法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起了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和美国建交以后中国也加入了这个体系，后来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承认美国在建立世界贸易体系中是有贡献的。美国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坚持维护全球的自由贸易，维护海上航线的安全。全球各国的商船可以在不安排护航的情况下自由航行在各大洲之间，美国是有贡献的。在全球经济贸易合作的大环境之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上下游的诸多国家影响巨大。中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矿石、石油、粮食等等，所生产出来的制成品不仅仅是满足中国自己的需求，还要大量出口给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欧洲、东盟、日本、非洲等等。开往中国的商船上所运输的货物有很多是美国商人提供的，而离开中国的商船上面也有很多货物是美国商人订购的，准备投放到美国市场上去的。如果对中国的海上航运实行海盗行为，那么不仅仅是在破坏中国的经济，也是在破坏世界经济，包括破坏美国经济。虽然美国经常用国内法对国际事务实施长臂管辖，但希望美国政府还是能够分清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海盗行径。劫掠中国商船的事儿，目前也就是几个基层军官说说而已。但随着美国政府不断的推进中美经济脱钩，我们不能对于某某上尉的这种叫嚣仅仅当做一个笑话来听。如果有这么一天，美国政府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已经脱钩到了某个程度，可以转向撕裂了，那么中国是不是需要对海上贸易航线的安全做一些安排呢？不过请你放心，国家相关部门
已经有了考虑。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